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们将介绍前泽玉文先生所著的《30年的调查显示，让人恋爱的40多岁大叔们的现实》这本书。内容包括：一、被认定为40岁大叔的人所具有的典型7个特征；二、40岁大叔为何被年轻人排斥的前2大理由；三、为了让40岁大叔展现出自己的风采，现在就要做的4件事。首先是第一点，被认定为40岁大叔的人所具有的典型7个特征。到了40多岁，许多人可能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大叔或大婶了，这是一个人们普遍会注意到的阶段。根据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的调查，日本认为43岁以上的人就算是大叔了，这是最普遍的看法。而关于老年人从多少岁开始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平均约为69岁。因此，我们将在43岁到69岁这段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作为大叔和大婶生活。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地保持年轻活力，即使到了40多岁，没人愿意在年轻的时候被年轻人认定为大叔或大婶，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即使到了40岁仍然保持年轻活力，我们将介绍一些被认定为大叔的人所具有的一些典型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一、尽管有烦恼却不想解决的复杂情绪；二、对自己宽容却对他人严厉；三、虽然有不满却不愿意去争取；四、在工作和家庭中都感受到强烈的压力；五、在工作和私人生活中都不善于团队合作；六、礼仪得体而富有人情味；七、懂得知足常乐。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解释每一个特征。首先是第一个特征，尽管有烦恼却不想解决的复杂情绪。在这个年龄段，许多人因各种原因感到困扰，比如体重问题。根据本书调查，认为自己过胖的40多岁大叔达到了61.6%。尽管抱有强烈的复杂情绪，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并没有改善的意愿。这不仅限于外貌，对知识或经验的满足感也很低。只有极少数人约4.5%对自己的学识或外貌感到满意。与此相反，只有约占6%极少数的40多岁大叔会花费金钱在社交或学习方面。虽然许多人对各种复杂情绪感到不满，但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改变。接下来是第二个特征，对自己宽容却对他人严厉。根据本书调查，超过84.3%的40多岁男性在等待朋友超过约定时间时会感到烦躁不安。与此同时，只有约69.2%的40多岁大叔表示他们会注意公共礼仪，约1/3的人则没有关注这些礼仪。这种对自己宽容而对他人严厉的现象非常普遍。根据调查结果，有17.5%的40多岁男性认为通过责备他人可以使其更加成熟。他们对自己的问题容忍度较高，但对他人则较为严厉。年轻人受到这样的责备时可能会感到受挫，认为大叔只是发泄不满，并非出于真正关心。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接下来是第三个特征，虽然有不满，却不愿意去争取。在社会层面，很多因素导致40多岁大叔感到不满，例如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很多40多岁男性对国家的现状持有不满看法，认为国家正在走向下坡路。仅有约59.5%的40多岁大叔认为自己应该参与选举，实际参与者可能更少。这表明，尽管存在不满，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意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40多岁大叔们更倾向于保守思维，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思维，尤其在工作中体现明显。这一点在本书的调查中得到了体现。认为对公司持中心态度的40多岁大叔，从2018年的26%增加到了疫情后的36%。在疫情之前，对公司没有抱中心态度的很多40多岁大叔，随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他们的心态似乎更倾向于不与公司对抗，而是保持中立。总之，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公司中，很多40多岁的大叔都持有不满却不愿采取行动的立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第4个特征，在工作和家庭中
都感受到强烈的压力。40多岁的人步入这个阶段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容易积累压力。超过40岁后，人们可能会出现各种健康问题，如生活习惯病等，并且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白发和皱纹增多，感受到自己的衰老。在工作中，他们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在现场工作并负责部下的工作。尽管压力逐渐增加，但很遗憾的是，很多40多岁的大叔们缺乏释放压力或提高动力的方法。据调查显示，76.7%的40多岁大叔表示感受到工作压力，却没有有效的方式来发泄或提高动力。他们可能每天回家时仍带着工作的压力，找不到令人愉快的事情，而处于沮丧的状态。另外，有44.1%的40多岁男性表示，在这样的高压生活中感到精神疲惫。40到50岁的这个年龄段往往被称为中年危机或中年困境，因为在这个阶段，人们容易被过多的压力压垮心理。当然，为了生活，我们必须承受一定程度的压力，但是要么减少压力，要么释放已经积累的压力，这是与压力相处的良好方式。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第5个特征，在工作和私人生活中都不善于团队合作。虽然我们已经讨论了40多岁大叔的令人遗憾的特征，但是这一代人也有许多优秀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40多岁大叔更加独立。在这个年龄段的人中，很少有人认为工作结束后与同事外出娱乐的情况很常见，只有约9.5%的人会这样做。这表明大多数人很好地区分了工作和私人生活。然而，即使如此，私人关系并不一定得到很好的维护。根据本书的调查，只有30.2%的40多岁大叔对于家人进行充分交流感到满意。对于拥有可信赖的朋友感到满意的人也只有29.9%。这表明40多岁大叔们在工作和私人生活中可能会面临社交上的孤立。确实明确区分工作和私人生活是好事，但这并不意味着40多岁大叔的人际关系就一定很充实。当然，人际关系并非唯一重要的事情，但对于仍然很年轻的40多岁的人来说，人际关系的稀薄可能会担心到老年时期可能会面临的孤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第6个特征：礼仪得体而富有人情味。尽管40多岁大叔在工作和私人生活中可能存在社交上的孤立，但他们相对比较注重礼仪得体而富有人情味的特点比较普遍。根据本书的调查，有36.3%的人表示，在过去1年内给对方送过白色情人节礼物，比全年龄层的平均水平高出了20%以上。另外，有57%的人表示，他们总是说谢谢和再见。这也表明许多40多岁大叔非常注重礼仪。这些40多岁大叔的特点应该受到高度评价。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第7个特征：懂得知足常乐。许多40岁大叔懂得知足常乐这一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能够过着适合自己的生活，采取不过分追求的态度。在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压力加大的现代社会中，这种心态或许是为了能够在逆境中过得开心而采取的某种生活智慧吧。大家身边是否有那种被年轻人排斥的40多岁的大叔呢？看到这样的人会感到有些同情不已吧。接下来我将介绍第2点：40岁大叔为何被年轻人排斥的前2大理由。理由1：压力源不断增加，却找不到宣泄途径。40岁大叔经常会感到过度焦虑和愤怒，比如在等待朋友时超过约定时间而感到烦躁等等。首先，让我们从医学和精神医学的角度科学地深入探讨一下，为什么40岁大叔们总是那么烦躁不安。40岁的人群通常还保持着一定的体力和热情，然而很多人却失去了可以发泄这种热情的对象。当前的40岁一代被称为失落一代，他们拥有充沛的体力，却失去了可以倾注热情的对象，就像一名身体健壮但无法表达需求的婴儿一样。这主要是因为40岁一代在就业制度中面临困境，虽然核心就业仍然受到重视，但许多人却经历了所谓的就业冰河期。
即无法找到工作，非正式就业也大幅增加。这也是当前40岁人群的特征之一。许多人一旦离开一家公司，就会认为再也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们就会紧抓不喜欢的工作或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期待他们对工作投入热情。然而另一方面，40岁大叔们的私人生活并没有那么充实，这也是他们的悲哀特征之一。尽管我们正处于需要多样化工作方式的时代，但仍然存在着工作至上的旧观念。许多40岁大叔们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因此很多40岁的人，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私人生活中，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工作中，他们可能会成为中间管理层，面对上下夹击的压力；而在家庭中，他们可能会因为与年轻叛逆期的孩子相处困难而感到疏远。因此，40岁的人群很容易在工作和家庭中感到受阻和沮丧。最近有越来越多的40岁人群因为这种情况而陷入心理困境，特别是那些需要就医心理科的40岁人群中，许多人因为人际关系问题而感到心理不适，在同时承受工作和家庭两方面人际关系的压力下，缺乏宣泄的方式，处于这种困难的境地，40岁大叔们经常会感到烦躁不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接下来是理由2：无法进行有效沟通。大家身边是否有这样的40岁大叔呢？根据针对年轻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哪些地方让人感到不舒服时，许多40岁大叔被描述为啰嗦、诡辩、易怒、喜欢说教、自以为是等令人讨厌的回答。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年轻人认为与40岁大叔沟通困难。近年来，像是在发送 LINE 等消息时过度使用表情符号、奇怪的打字方式等特点，成为了40岁大叔的独有现象。在本书中，作为这种沟通失调的代表例，提到了垃圾回复。所谓的垃圾回复，指的是针对社交媒体上的帖子进行谩骂、粗话、不当言论等的回复。这些回复中包含了轻视年轻人等让人讨厌的40岁大叔特有的沟通失调元素。虽然发送这样的垃圾回复可能只是少数人的怪异行为，但根据本书的描述，许多普通的40岁男性也会这样做。当然，啰嗦和易怒并不仅限于40岁人群，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也可能有这样的特征。但是60岁以上的人很少使用社交媒体，所以在网上的沟通方面，垃圾回复更常见于40岁大叔。这种垃圾回复大叔现象的形成，可能是因为40岁男性们自以为是正义感强烈，这也是本书的观点之一。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和生活方式都是正确的。我们的头脑会变得越来越固执，执着于自己的成功经验，反而避开过去的失败和未知的事物。随着年龄增长，许多人会变得对除了自己相同行为和思想之外的事物不容忍，并且心胸变得越来越狭窄。此外，40岁大叔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会利用这样的地位向年轻人灌输自己的思想。这样的中年男性并不鲜见，这些垃圾回复大叔们因此常常被年轻人讨厌。避免与这样的人接近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不妨私下教他们一些能提高好感度的方法。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讨论第3点，为了让40岁大叔展现出自己的风采，现在就要做的4件事。第一件是找到除工作之外的兴趣和爱好。对于40岁大叔来说，最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能够让自己沉浸其中并忘记时间的兴趣爱好。特别是那些在家庭和职场中都感到压抑的中年男性来说，拥有兴趣爱好的社区是非常好的事情。为了在工作和家庭之外的世界中发现新事物，40岁大叔们应该怎么做呢？许多人可能会抱怨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找不到兴趣爱好。那么，首先让我们问自己，在哪些时刻感到快乐和愉悦。即使被问及自己想做什么，可能也无法回答。但是通过回顾自己什么时候感到快乐，就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物。即使找到的是基于人类基本需求，如睡觉或吃饭等的事物，也无妨。喜欢睡觉的人可以将对床上用品的追求视为一种爱好，
喜欢美食的人可以将探索各种美食地点作为生活乐趣。喜欢的事物越多，意味着生活的依赖点也越多，热情可以迸发出更多，人生也会更加丰富。此外，在寻找爱好的过程中，请不要被固定观念所限制，比如认为爱好必须是可以向别人炫耀的，或者必须是不花钱的等等。如果你这样想，固定观念就会妨碍你真正找到喜欢的事物。接下来是第二件，意识到有魅力交流的3要素。40岁大叔往往容易陷入类似垃圾回复的沟通模式，这种失调的沟通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那么，如何进行高度吸引力的交流呢？让我们一起意识到有魅力交流的3要素：一、能够顺畅地与对方进行对话和交流；二、用言辞不伤人且让对方感到愉悦的表达方式；三、说出能让对方感到高兴的事情。这些要素在交流中都非常重要，只要意识到并努力实践，你的交流能力将迅速提升。经常口无遮拦的人往往无法意识到这些要素，容易说出让人感到不愉快的话语。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在回复邮件或在社交媒体发帖前，请在点击发送按钮之前停下来，确认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3要素。这种自我检查是40岁大叔应该遵循的一种礼仪。接下来是第3件，学会有效的赞美方式，让人们更喜欢你。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有 17.5% 的40岁大叔们认为责备才能促使人成长。这个比例相对于所有年龄段而言都是相当高的，因为全年龄段中认为责备能促使人成长的比例大约只有 10% 左右。相反的，在年轻的20岁女性中，认为责备能促使人成长的比例只有 6.9%。这说明很多20岁女性希望得到更多的表扬和鼓励。因此，对于年轻人来说，40岁的大叔可能会显得有点像令人讨厌的上司。我建议40岁的大叔们学会使用高效的赞美方式。40岁的大叔们需要学会如何赞美他人，通过直接而明确的赞美话语，可以让一个很酷的40多岁的上司变得更好。顺便说一句，对自己进行赞美也对40多岁的男士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对他人或部下，用直接而真诚的话语来自我赞美吧。正如所说的自我对话一样，我们的大脑受我们自己话语的影响最大。通过每天给自己积极的自我对话来建立信心，这样不仅会对话语本身更有信心，也能更直截了当地表达赞美之词给他人。这样一来，你们的沟通技巧会不断提升，成为更受欢迎的40多岁男士。接下来是第4件，学会有效利用时间以及创造时间的技巧。当被问及有无闲暇时间时，回答没有的40多岁男性比例达到了 42.3%， 位居全部年龄层之首。一提到40多岁男性，我们会联想到家庭和工作双重繁忙的形象。事实上，通过统计数据可以明显看出，40多岁男性每天都在经历着无法避免的忙碌生活。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居家办公和外出机会的减少等因素，导致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让一些40多岁男性感受到了时间的空隙。通过感受到时间的空隙，即使经济上没有空隙，也有可能摆脱40多岁男性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各种消极意识，从而提升幸福感。近年来，40多岁男士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时间非常挑剔。与2018年的 58.4% 相比，2020年在婚礼等场合听演讲时感到烦躁的40多岁男性比例竟然上升到了 63.1%。这表明，在40多岁男士对时间浪费变得越来越无法容忍。因此，学会创造时间的技巧可能会成为40多岁男士生活的救赎之道。有效的利用时间，不仅能减少烦躁和生气的情绪，还能有更多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爱好或与家人相处的时光中，这将使心态更加宽松，生活更加丰富。有效利用时间的方法包括在通勤途中利用碎片时间阅读书籍等技巧，以及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等。希望您能通过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方法提高幸福感。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